欢迎来到今天的解析。说真的，现在每天一打开手机，看着大盘指数像火箭一样狂冲历史新高，你是不是也觉得心里有点慌？那种深深的错失恐惧症，也就是大多说的 FOMO， 真的很容易让人焦虑。看着别人的财富翻倍，再看看自己，实在很难不对那种龟速的资产增长感到心急。今天我们就要透过这份资料，带你彻底拆解金融市场里最致命的诱惑，顺便看看那些真正的顶尖幸存者到底是怎么在这种狂热中保住小命，还能顺便致富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直接切入正题。好，我们这就来深挖一下这个现象。当你对某个市场趋势深信不疑的时候，你的大脑其实会悄悄切换到一种自动驾驶模式，然后丢出一个听起来简直无懈可击的问题：既然我看得这么准，那为什么我不直接开个杠杆，加速财富累积呢？听着，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起点。在这种渴望一夜暴富的群体狂热里，你非常容易就会主动把自己的脖子套进高杠杆这条看不见的绞索当中。我们先来对比一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看看左边，这就是华尔街最喜欢卖给你的终极梦想，只要方向看对了，杠杆就是你的财富放大器。哇，听起来超迷人的，对吧？但其实右边才是在这个充满猎食者的金融生态圈里最血淋淋的残酷现实。高杠杆它从来就不是什么放大器，它是直接毁灭你决策弹性的催化剂。大多数人都有个致命的战略盲点，他们以为只要看对方向就等于赢得这场游戏，这真的大错特错。来到第一章 Silicon Talents 陨落，这是一个看对方向却输掉全局的真实悲剧。这完美的说明了刚刚提到的残酷现实，450亿美元，这个夸张的天文数字直接定调了这场悲剧的骇人规模。这是一位年仅25岁的 Silicon Valley 天才投资人，也就是前 OpenAI 研究员阿什·卜伦纳。他曾经掌管了基金规模，你知道吗？他一开始其实只用了2.25亿美元的种子资金，短短时间内就滚出了这个恐怖的天文数字。想象一下这种膨胀速度，简直不讲武德。但他最后呢？他失去了一切，到底是为什么？让我来掀开他的底牌。阿森·布伦纳这家伙对 AI 产业链的底层认知可以说是深不可测。他写过一份高达165页的论文，非常神准地预判了算力、高频宽记忆体还有电力才是未来真正的物理瓶颈。而且历史已经证明，他对 AI 基础设施的长线看好方向是100%正确的，没错，100%正确。但他犯下了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致命错误，他开了高达4倍的杠杆。为了搞懂它到底是怎么阵亡的，我们必须先弄懂这个关键词路径依赖。简单来说，投资从来就不是从 A 点画一条直线直接到 B 点。如果你在抵达终点之前，因为市场上某种短暂不理性的波动，导致你遭到保证金催缴，本金直接归零，那老实说，你最终的预测再怎么神准，都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了。让我们沿着时间轴快速回顾这令人窒息的6天。到了2026年7月，当记忆体巨头 SK 海力士交出了一份堪称完美的财报时，市场却因为利多出尽，出现了极度诡异的暴跌。阿森·布伦纳当时的操作是做多硬体，做空软体，结果呢，他正面撞上了100年难得一见的多空双杀。短短6天，基金净值直接血崩67%，保证金催缴的死神正式来敲门。就在这个节骨眼，华尔街巨兽城堡投资精准补刀，发布了一份美联储意外加息的恐慌报告，给了摇摇欲坠的 AI 股致命一击。最后在午夜，阿什·布伦纳破倍将这450亿美元的庞大部位，用一种近乎羞辱的跳楼大拍卖折扣价，全部拱手让给了华尔街的猎食者们。但你知道整个事件最残酷也最讽刺的转折是什么吗？就在他被强行清仓、被市场无情吞噬的仅仅几个小时之后，美股开盘了。结果所有的抛售卖压瞬间蒸发 ，AI 股甚至上演了一波高达30% 的报复性暴涨。也就是说，它完美的预言了未来，却因为杠杆这条绞索，死在了黎明破晓前的最后1秒钟。
这完美的印证了金融界最冷酷的一句真理，请大家仔细咀嚼一下凯因斯的这句话：市场保持非理性的时间，往往比你保持不破产的时间还要长。在毫无容错空间的高杠杆面前，你再聪明，预测再准确，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接着进入第2章，赢家的时间优势。让我们来看看重回现货与战略现金的威力。看完刚刚那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悲剧，我们现在把心态沉淀下来。当你选择卸下杠杆的那一刻，你其实就已经重新夺回了时间的所有权。看看这2位传奇人物，巴菲特为什么能持续创造财富？他的终极秘密根本不是每年绩效第1名，而是他几乎从来不破产。他确保自己永远都能坐在牌桌上。同样的道理，顶尖交易员德鲁克·米勒也一再强调，投资绝对不是每天开着高杠杆去杀进杀出，长期的作业回报是建立在极度严格的资本保全之上，然后耐心等待那种久久才出现一次的全雷达绝佳机会。现在这个部分最有趣的地方在于，这些传奇大师到底是怎么定义风险的？投资之父约翰·坦伯顿爵士在1939年的时候，确实借了钱去买股票，但他当时手里其实仅仅握着高达债务3倍的个人资产，这就是他100%的容错后盾。但即便有这么厚的安全垫，他在那次操作之后，依然发誓这辈子绝对不再为个人交易背负任何债务。真正的传奇是他们在承担风险的同时，早就已经为自己打造了无可撼动的安全边际。想象一下当你背后没有杠杆和利息在疯狂追赶你的时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于手握现金的人来说，一场30% 的市场大崩盘就不再是什么保证金催缴的死刑广播，反而会变成一本顶级资产一折大拍卖的特价型录。就像贝尔的巴鲁克一样，当市场上所有人都恐慌到想要跳楼的时候，他老兄可以气定神闲地坐在拉斐特公园的长椅上，用满手的战略现金以极其便宜的批发价去狂捡那些恐慌抛售的优质资产。来到第3章，3大幸存者投资纪律，我们来看看这些反人性的生存关卡。所以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在这场到处都是陷阱的资本大逃杀里活下来？其实，你必须把它当成一场生存游戏，有3个明确的关卡，需要你一一破解。而且，你要把这3个步骤彻底刻进你现在的投资纪律里，这将直接决定你能不能成为市场里笑到最后的那个赢家。第一关，主动拆除炸弹。这也是阿森布伦纳爆仓之后痛定思痛才领悟到的。你今天就必须主动解除自己身上所有的杠杆武装，现在就去登录你的券商账户，直接把融资和期权的空头功能给关掉，并且向自己严肃承诺，从这一秒开始，每一笔买入都必须是100%的实体现货。你必须从源头亲手剪断那根名为保证金催缴的定时炸弹引信。接着是第2关，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你必须想办法克服大脑那种天生想要规避损失的惯性偏误。很多人在股票被套牢的时候，脑袋一热就会想开杠杆去摊平。说真的，这哥们是在地狱的边缘反复横跳。你必须强迫自己忘记当初买进的成本价，看着手上的持股，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今天满手现金，我还会愿意用现在的市价买这张股票吗？如果答案是绝对不会，那就请你干脆利落的认赔杀出，绝对不要摊平，不断去缩减你的部位，直到你晚上躺在床上能够安稳入睡为止。这就叫做睡眠点压力测试。来到第3关，也就是建立你的专属战略现金金火库。无论市场现在多么火热，你都必须无条件、死心塌地拨出20%到30%的资金，把它们牢牢锁在绝对安全的现金或是短期债券账户里。听好，这笔钱绝对不是什么没用的闲置资金，它是你手里具铸毁灭性的进攻武器。当黑天鹅降临，那些开杠杆的玩家绝望地被强制断头的时候，你手里的这20%到30%战略现金，就是你从容进场大捡便宜的黄金入场券。总结来说，投资这件事从来就不是在比谁短时间内冲得最快、赚得最猛，它是一场极度漫长的马拉松。
拒绝诱惑，拒绝杠杆吧，因为在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残酷市场里，能活下来永远比赚钱更重要。只有那些保住本金，能够一直留在牌桌上的人，才有资格成为这场游戏最终的赢家。节目的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既然我们前面已经确认阿森布伦纳对于 AI 底层逻辑，像是电力和记忆体瓶颈的预判是极度精准的，那么换作是像史丹利·杜鲁克·米勒这种坚守投资纪律的幸存大师，他是如何在完全不用高杠杆的情况下，在实体世界里透过布局核能与清洁采矿来实现这套 AI 物理瓶颈的投资逻辑呢？这背后高超的战略布局，我们未来的解析将会为您继续拆解。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喽。